大头小头2个人还没起床呢，起床喽！嘿，起床喽！快点！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，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呢，已经是雾蒙蒙的一片啊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我们现在呢在山的半山腰啊，然后风景看不到了，但是另外一种感觉就是感觉就在天上一样，你看，吓不吓？然后最近有很多朋友问我说，和我一起自驾游的那个大头小头，他们就是车上是怎么睡觉的，床是怎么铺的，他们2个人怎么睡在里面的。然后等会儿等他起床了呢，我们去拍一下，看他们是怎么弄的床，怎么铺的床，2个人睡在里面的啊。准备好了吗？请参观一下，参观一下啊！哇塞，被子叠得这么整齐啊！这个床可以吧？可以。这个床它的话，长呢是差不多有1.8米，宽呢你也是有1.4米左右。2个人睡挤不挤啊？完全没问题，完全没问题啊！我们2个以前睡过更窄的床呢，我们以前睡过1.2米的床，这个是1.4米多了。1.4米多了，看着也很宽敞的，很宽敞，应该一点都不会挤的啊。我挤是不挤呢？就这个床呢，这个车呢，它后排放倒，不是全平的，所以说我们在网上订制了这个，但是我觉得效果不太好，不太理想，就这样的。被子膝盖哦，你下面还垫的板是吧？对啊，垫的木板床啊。哦，怪不得看上去4块板拼起来的，看上去好平好平啊。对，因为我就不喜欢那种太软的气垫床，我就想着买木板床，因为木板床睡得稍微硬一点嘛，我喜欢硬一点的床。但是太硬了，晚上一觉起来我还好，小头老是说睡得我腰痛，睡得我腿痛，因为它不是平的，你看一下。4块板拼起来的，4块板拼，上面2块板呢，它是要稍微高一点的，高一点。下面这个它是这样，哦，还是有那么一点斜的是吧？有点幅度的，有点幅度的，是全平的。哦，但是我觉得是没问题的，但是如果是小头睡的话，可能还是有点不舒服。他说有点不舒服啊。这个下面后面怎么改进呢？后面的话，我看的是先把那2块板给扔掉了吧。把高的地方2块板扔掉，对，这样的话那边就降下去很多了啊。对啊，因为我这个低的下面铺的板呢，它是有4厘米高。哦，这里有这么高，这里有4厘米高，然后上面那块板扔掉的话，就差不多要接近平了啊，全平了。对啊，下面我铺的这个被子呢是4斤的棉花被，上面盖的这个被子呢是5斤的棉花被，但是我低估了。太冷了，太冷了，不行，太冷了。这个到后来的话，还要再买一些厚一点的被子，包括我们2个，假如说准备自驾去西藏的话，我们俩还买了睡袋，睡袋在那个车内行李箱上面放着。这个车内行李箱呢，就相当于我们俩的一个移动仓库，可以放下520升的一个行李。我们把平时不需要的一些行李全部放在上面，所以说我们的车子里面空间会非常的宽敞。只要稍加整理的话，这个移动的床、移动的房间。移动的家就是非常非常的干净整洁的。其实它这个床呢，其实没有改装啊，就是把后排的座椅呢把它放倒过后呢，然后他说底下铺了板嘛，就铺了板，然后就是很平的一张床。对，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呢，还是要把这个后排座椅立起来的，立起来，然后把行李就放在这个地方，放在这个地方，被子呢收纳起来，放在前面的后排座椅上面。所以说还是挺方便的。我这个轿车呢。和它那个 SUV 呢，我的优势在哪里呢？我说给你听，你应该就相信。我那个座椅放倒呢，然后被子呢往前一掀就是一张床，我所有的行李都是放后备箱的。它这个 SUV 呢，要把后备箱那个行李呢，睡觉时候放到前面座椅上，或者放在这个帐篷里面。对，就是稍微麻烦一点，要搬来搬去，搬来搬去。我那个就不用搬了，我到哪里赶路啊，停下来过后呢，我就把座椅放倒。被子一铺就睡觉了，因为我不用动我的行李，我的行李一直在后备箱。他的行李呢也是放后备箱，但是睡觉的时候把后面的行李要拿到前面去，或者放在这个帐篷里。对，我这个车的优势呢就是空间，你的车优势呢就是便捷方便。对，各有各的优势，各有的优势啊。嘿嘿嘿，握手。好了。很多人说好奇这个我朋友那个 SUV 是怎么弄的啊？其实呢就这么简单啊。好了，赶紧刷牙洗脸吃饭。好了，今天呢要离开这边了，然后再给大家欣赏一下这边的风景啊。看到没有？这下面呢是一个湖，叫少鹅湖啊，其实呢就是一个水库。不过这边的风景真的很美啊，在宜宾搜索少鹅湖啊。就在这里，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最佳的观赏位置啊，观赏这边的风景很美很美啊。
今天呢我们要离开这个露营地了。这个露营地呢真的就像仙境一样。然后一个呢我们在这边已经露营了好几天了，还有一个呢今天的风呢特别大啊，还有一个物资也没有了。我们今天呢就要离开这边了。所以说我们刚刚吃完早饭，我们把所有的行李呢已经装车了啊。趁这个时候呢跟大家说一下，然后很多朋友说阿伟好像看到你好多装备已经换了，对。然后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新装备啊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吧。我的装备呢已经全部更新换代了啊。原来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大桌子呢，已经换成这种了啊，这种的桌子啊，这种桌子就是不占空间嘛，可以往里塞。然后呢，箱子呢也换了啊，箱子换成这种，就是可以啊，有几层几层的那种。然后这样的话，空间利用率特别高啊，换成这种箱子了。所以说我这个装备呢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啊，你看。每次做饭呢，这个打开就可以拿出来啊，箱子也不用搬下来，因为我们的桌子在这里。以前呢，这些东西全部搬下来，因为要拿底下的桌子嘛，所以说很麻烦。这次呢，我们就更新过后呢，这个箱子也不用拿下来，冰箱也不用拿下来，桌子呢就拿出来一摆，然后这个液化气罐拿出来去做饭了啊，这些东西都可以在这里拿，很方便。然后细心一点的朋友就会发现。耶，里面少了一个东西啊！对的，少了一个大水箱，因为我把那个水箱换成了冰箱啊。然后水呢，就用这个水袋，用水袋装水啊，这样的话就不占空间了。看到没有？然后这上面还是很空啊，还可以放东西。然后我的衣服之类放哪里呢？我的衣服啊、行李啊这些东西呢，全部放在这个顶上啊。然后。就是这么 OK， 所以说自驾游久了，然后经验呢越来越足了，然后所以说喜欢自驾游的朋友呢，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问我阿伟啊，我阿伟呢有些地方改进了过后呢，我也会分享给大家。还有说一下，我这个帐篷原来是放在这里面的，然后现在绑在外面了。我想着这个帐篷的话，淋到雨没事的，是没必要放在这里面，我就把它绑在外面了。这样的话里面又可以。腾出这么大一个空间来放东西啊！好了，现在看一下我们的后面。我们的后面呢，我这个椅子呢，折叠椅子呢，我就放在这里了。其实我太懒了，如果你们把这个箱子打开，然后放在箱子里也可以啊。我就懒得放了，因为到下个目的地我就拿出来就直接做了，懒得打开这个箱子了，知道吗？所以说我就放在这里了。然后呢，这是我一个书包。这个是我们睡觉的被子啊，我们带了好几条被子，然后这被子是最占空间的。如果你们有条件用睡袋的话，那就空间就充分的就腾出来了啊。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杂物袋，放鞋子啊、衣服呢之类的。然后这个呢是太阳板，是我们在户外充电用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装备呢已经全部装车完毕，接下来我们就要离开宜宾。往成都方向去了，很多朋友说，耶，怎么往成都去了？对的，我们暂时呢，就是大凉山之行呢，暂时就是延期一下啊，延期啊。我们要为什么要去成都呢？给大家说一下。去成都干嘛呢？我们去成都要去参加一个车展，然后我和叶子呢对房车一点都不懂啊，所以说这次房车展呢，然后离得那么近啊，所以说我和燕子呢准备去打打酱油，去了解一下房车。然后顺便也带大家去看看啊，我会拍一些视频给大家看。然后我们走吧，走吧，出发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出发了啊，朋友们，我们就返回成都，跟大家说一下。那我们出发喽。成都这次车展呢是非常大型的一个房车展，然后据说有上百家那个厂商过来参加那个车展啊。所以说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那种房车，每一个厂商都会设计出不一样的房型啊。然后我们明天呢就可以进去看了。今天呢里面都在布置，然后我们看不到，然后车呢还没有全部到啊。然后今天呢天黑之前肯定是全部进场的，然后明天就开始开园了啊。